傅先生撞到脑袋，目前检查有轻微脑震荡，但是问题不大，休息半天就可以出院了。好的，谢谢医生。好，不客气。副总，你醒了？你没事吧？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是谁啊？别靠近我，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吗？医生，正如你说的，问题不大。怎么回事？我声音怎么这么粗？我胸呢？副总，这代言的事儿我可不懂的，你今晚方便来教教我吗？好说。下级，在这个程度，不凭本事，我不像某些人真的表子，小变态，爬山绯闻就不准在这儿跟我聊情。你真是笑死！不行，忍住，妈的病不能再拖了，这代言黄了就完了。副总，你好，我是……知道，宋婉清嘛，圈子里出名的爬虫女经理，谁不知道？副总说笑了，这中间可能有些误会。放心啊，这样，你今晚呢？没有事。这个代言就让我，而且增岛夏铺的古装也可以让你。怎么样？副总，如果只有这样才能代言的话，那我觉得我不是很合适。我先走了。宋婉清，别给脸不要脸，知道吗？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信不信以后我让你一步戏都接不到？啊！妈的，你个臭婊子敢打我！你是大脑发育没完全，还是他完全没发育啊？长得这么支离破碎，还出来丢人现眼，上班之后都帮我脸上，当我不知道吗？当上娱乐公司总经理，做脑作品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老娘不伺候了，再见！宋婉清，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信不信以后我让你吃不了兜了？走！住手！傅姐，傅景言，这就是傅氏集团金总裁，没想到这么帅。傅姐，我问你，家里谁让你来的？世荣娱乐纪念会即将举行，亏损3300，你本人潜规则被曝光，与白庆行因此自杀，导致傅氏集团市值亏损8亿。为挽回名声，集团付出了4300万，因此我正式揭示事名。不查，被查灭。不可能！我才是公司的负责人，你不可能解雇我！啊！我回去找我爷爷。没想到这个刚回国的傅景言人竟然不错，我们继续。任云，26岁，出演过手段凌厉，长相帅气，还是大总裁，这不妥妥的小说男主吗？综合评定，陈宇，你的形象不符合我们集团代言人的要求，演戏风评太差了，可以走。副总，不想再说了。 Yes， 代言是我的了。宋婉清，25岁，代表作品无，全是各种不入流的角色，还多次爆出爬窗绯闻，相信父母。傅振恒找的都是什么人啊？副总，我可以解释的。我演的女三，所以我有一点代表作品，爬成的绯闻都是污蔑，我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有区别吗？啊？女三和炮灰有区别，而且不管你有没有爬过床，你没有办法自证自己的清白，在不知情人的眼里，那就是做过，所以有区别。副总，以讹传讹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要真的那样做了，我还至于混成现在这样吗？所以呢，你混得这么差，我今天的事，林特助，重新筛选集团代言人，你也可以走。真瞎了眼了才觉得他帅。算了，不然他也拍摄，这个月给妈的医药费，应该付，这大连不拍就不拍。傅景言，毒舌傅景言，
给老娘等着！姐姐，你终于醒啦！你们是谁？我刚刚晕过去了。是的，副总，您情况看起来不太好，要不再让医生检查一下？副总，副医生，我给你检查一下。没有女医生吗？啊？阿星，别想妈妈，你头是不是被撞了？别碰手碰脚的。原来不是这样。你好，可以借一下你的手机吗？你好，谢谢。喂，你是？傅景言，林特助在你身边是吧？让林特助马上带你回滨海路富士别墅，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婉清啊，你要到哪儿去啊？要不我们到医院再检查一下嘛？我没事，我还有工作，我先走了。是啊，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先生，宋小姐已经在里面了。我看她受了伤，叫她在里面等你。受伤了？伤哪儿了？不会伤到脸了吧？严重吗？没什么，就是摔破磕破膝盖，我已经处理好了。先生怎么回事？奇奇怪怪的。我们怎么这样问的？这件事科学吗？你说呢？又开始臭脸了。那好吧，既然这个事情是个乌龙，那我就先走了。希望副总以后能谨言慎行，多留点口德，省得再受到老天眷顾。真的是疯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行，得赶紧远离傅景言，太吓人了。还好，我的宝贝又回来了。这下完了。那怎么办呀？为什么我一分开就互换？我应该知道吗？那我们要怎么办呀？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一起。还有，我们到底要分开多远才会发生互换呢？我总不能一起睡吧？我对你不感兴趣。不过距离的话，试验一下也知道。傅景言，我们现在有多远啊？不才接近10米。10米，超过10米我们就会互换身体。傅景言，这好神奇啊！请不要用我的身体做这么幼稚的行为，谢谢。我们相距不能超过10米。那怎么办呀？我们不能一直待在一起，我还有工作，我还有家人要照顾。你不用工作了，
从今天开始，家里的所有开销我来负责，你只需要一直待在我身边，确保我们不会再互换。你想包养我？我跟你说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我不可能抛弃我的工作的。我要当大明星，我要赚钱，我还要照顾我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不可能的，我拒绝。除了待在我身边，让我们维持现状，我不会要求你做任何事情，而且你还可以轻易得到你当明星一辈子都赚不回的钱。我不理解为什么拒绝。副总，你不知道什么叫梦想吗？我喜欢演戏，我喜欢看着我的角色在荧幕里面栩栩如生的样子，所以我拒绝。我不放心你在我的身边。你还不放心我？我都还没说我不放心你呢，我刚刚就已经发现我的内衣已经穿反了，你是不是已经看破我的身体了？你这个死变态，我要打死你！你这个死变态！既然如此，那就结婚。结婚？结婚是让我们合理住在一起的唯一方式。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是个女孩子，那我以后怎么嫁人啊？结婚只是一个名义，我们可以签协议，我不会碰你，还可以帮你照顾你的家人，我的钱你都可以用。可是我不能白拿你的钱，我可是有自己的原则的。不是让你白拿，你需要替我处理好富士集团的工作，作为回报，我也会替你好好拍戏。可我又没有戏拍。那是以前，等我们结婚之后，你就是天后。真的？你说的是真的？骗人是小狗。骗人是小狗。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办结婚。给你，今晚傅家有个家宴，你陪我回去。可我还有个广告要拍。推了。不行，这个广告对我来说很重要。那你怎么不推了自己的事情陪我去拍摄啊？自私鬼！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小看我，演个总裁有什么难的？倒是你，可别搞砸了我的广告。那你自己小心。这段时间跑到哪去玩了？去了趟云南，很好玩。君言来啦，快点，跟奶奶坐。你这孩子，你哥哥来了，你也不倒杯水。谢谢，谢谢。坏了，这个平面广告可是我好不容易才给你争取下来的。陈老师可是十常八杀那种，你好好拍，别给我搞砸了。陈老师到了。哎，唐小姐、宋小姐，宋婉欣，啊、快过来。那你们抓紧时间拍，我先忙了。那咱们就开始吧。我先试试灯光和动作。这妞怎么气质变这么好了，像变一个人一样？哎，效果这么好，我还怎么上手调教啊？宋小姐了，你放松一点了。你摆这个臭脸，我还怎么拍？来来来，我来教你。哎，应该这样。你干嘛？雷哥打我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唐小姐，你家艺人不好好摆锅，还动手打我嘞！宋婉欣，你在发什么疯？怎么能打人呢？他想摸我胸，那你也不能打人啊！而且秦大师怎么可能会摸你？肯定是你动的弧度在被调整了。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呀？坐荣甲方去猥亵自己的艺人，你就这么当主角？你别污蔑我了，我没有啊！你说什么胡话？秦老师在业内可是知名的平面摄影师，他会为了你一个小小的艺人毁掉自己的声誉吗？退一万步说，就算他摸你了又怎么样？摸一下而已，又不会掉块肉。只要你能上阵子时尚芭莎的封面，后面平面广告的资源那还不是一抓一大把？你欠到什么？对的啦，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啦，是吧？
你觉得我很需要你那点机灵？不需要。宋婉欣，你自己多虎你不知道啊？你条件是不错，可是这个圈子里面条件比你好的人多了去了。你是清高吧？我给你一辈子在18线抬不起头。啊，对的了。宋婉欣一直就是这种工作环境。全场呢？是吧？你这么漂亮，很快就能红的了。如果我不，我看你是件烧死了。唐小姐，我看你都管不好你手底下的艺人，我对你的能力现在保持深深的质疑了。哎，要我说，我们这个合作也到此为止吧。等一下，等一下，秦老师别，你消消气，我再去劝劝他。你别不知好歹，你要是一直这个态度的话，我立马向公司申请跟你血草。你别忘了，你妈妈还给你签支病了。你是在求我？我求你？苏婉欣，应该是你求我拿钱给你妈妈治病。可我现在不求钱。你今天拍也得拍，不拍也得拍。如果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喂，怎么了？立刻来找我。哦，好，我马上过来。爷爷奶奶，公司有点急事，我先走了。你这还没吃饭呢。真的很着急，下次一定，下次一定。真的是翅膀硬了。这孩子怎么怪怪的？你还敢喊人？我告诉你，今天叫谁来都没有用，今天真是没完了！你等着被雪藏吧。副总，您怎么来了？老婆，我来接你。副总，您怎么来了？老婆，我来接你。啊？老婆？我听我老婆说，有人欺负她，有这回事吗？副总，对不起，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们不知道她是您的太太。您男人有大量，千万不要跟我们这种小人物计较。我这就帮傅太太继续拍摄。恋爱。副总，我真的错了，副总。哦，我忘了，时尚芭莎社。喂，副总，我记得时尚芭莎我们富士集团也有参与。封杀一个手脚不干净的摄影师，应该问题不大。副总，我真的错了，副总。我真不知道宋小姐是你太太，更不应该对她图谋不轨。我永远不识泰山，副总，我活该。我身上宝宝有人。副总。这个贱人，居然勾搭上了副总，还不告诉我！不行，我得想办法从他身上捞点回来。你好像很担心。你不知道，那个人我认识，他是时尚芭莎老总的侄子，得罪了他，相当于得罪了整个平面界的资源。我以后可能无法再接触平面了。那我坏了你的资源，你不生气吗？其实都差不多的啦，以前他们也会这么对我，你这么生气，肯定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身体干了什么事儿。能帮我这么对他们，我看他们那个样子，我真爽。你以前经常遇到这种事情啊？你说秦涉还是唐林？哎，其实都差不多的。唐林手底下有比我更红的艺人，在这个圈子里嘛，总有一些女生是靠不正当手段上位的。你别看我，我又没做什么。我之前就是因为不听唐林的话，我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唐林也很少把他的资源给我，就算给我，也是因为要通过我巴结更多的人。至于秦涉，我不太了解。哦，不过你记得吗？你那个堂弟傅成汉，他之前可在杀青宴上给我下过药。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不会？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你的身体发生过这种事情，膈应。哎呀，放心啊，我还是个处。啊？什么？哦，没什么。后面我上完厕所就回去了。这些事情其实还是我朋友告诉我的。不过，似乎所有人都会觉得，长成我这样的女生，就一定会为了资源而上位，会被潜规则。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做，也会被大家以为是一个艳星。对了，你也这么羞辱过我。你很优秀，不要在意外界的评价。我当然很优秀，还用你说？副总，自从认识宋小姐以后，我发现你变得爱笑了。开你的车，哪来那么多话？我笑了吗？对不起啊，我还没有习惯，这是下意识的行为。今天的工作安排我已经叫林秘书整理好了，待会儿上车的时候提前准备一下上午的会议内容。什么会议啊？股东大会，一些比较重大的项目决策。到时候你带一支录音笔，把工作内容录下来发给我。不管对方问什么，你就说考虑清楚再回复。哦，没问题啊。哦，对了，你回家帮我看一下我妈和我妹，我爸上班去了，轩轩肯定闹腾死了。可以。今天就到这吧，散会。我在生什么？我一天还要骂上你，还挺明显。太丢人了！姐姐，你回来啦！叔叔好想你。你不是我姐姐。你不是我姐姐，你是坏蛋。我跟轩轩每天同吃同住，小孩子敏感，可能会发现我们不一样。如果他察觉到了什么，你就用冰淇淋转移他的注意力。轩轩，我们去买冰淇淋好吗？好呀，真是太爱姐姐了。走吧。我喜欢这颜色好看。小妹妹，你真有眼光。这辆车呀，现在全球限量10辆，国内呀只有3台。这一台呢，也是我们店里唯一的一台现车。你们要不要上去感受一下？不用了，就它了。宋小姐，忘了跟您说，这辆车现在的价格是1000万。今天付完钱，能开走它吗？好的，好的，宋小姐，您稍等一下，我马上上去给您办手续。先生，这台车我要了。这台车我要了。哟，这不是宋婉星吗？怎么来买车啊？你想什么车的话，和我说呀，我给你买。一会儿你去挑个大点的车。你好好发挥一下。大坏蛋！副总，您昨晚可是答应了给我买车的呀。要的角色还摇车？不是已经把他解聘了吗？他哪来的角色？我记得副总不是把你解聘了吗？怎么，好像资源还不错？我就算被解聘了，又能怎么样？我还是傅家的人啊。况且，又没有几个人知道我被解雇。他傅谨言又不会插手娱乐公司的事儿，我想要的他们都会。
原来这样。跟着我吧，你只要跟着我，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不用了，我觉得你很快就会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你很快就会什么都没有了。宋小姐，您的车手续已经办完了，随时都能开走。车？什么车？宋小姐刚刚在我们店里先汇了1000万买了这辆跑车。1000万？傅先生，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就先走。宋婉清，哪来的钱？哦，我知道了，你是在娱乐圈混不下去，心甘情愿去和人陪睡了。这不是付钱的卡，我还以为你有多清高呢，原来是挑人啊！怎么是付钱墙上姑父聊得很？嘴巴给我放干净点！你个臭婊子，你敢打我？傅成汉，我真没想到傅家会生出你这种败类！败类？好了，那我让你知道今天什么叫败类！好啊，宋婉清，你给我等着！傅成汉得找机会解决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约法3章。第一，我们用对方身体的时候，不可以随意脱对方的衣服，而且不可以触摸对方的身体。第二，用对方的身体上厕所时，要闭眼，闭眼知道吗？第三呢？第三我还没想好，你先签字。行了，赶紧去洗澡吧，明天我替你去实习。不行，你必须签。你不觉得这个姿势？反正你得签。好。那个，你明天加油，晚安。晚安。怎么回事？又不是没看过，怎么心跳那么快？那我跟您说，我的艺人宋婉欣，她是傅氏集团副总的太太，相信有她在您的剧组里，傅氏集团肯定会加大投资的，这样您的拍摄就不用抠抠搜搜的了。而且您这拍摄质量不就一下高了许多吗？你考虑考虑小的提议呗，让欣欣来当女3号肯定没问题的。于欣小姐的形象和演技都是 OK 的。真的，这个就是宋婉欣。形象还不错啊。那这样，过来试个戏吧。这个我们现场啊。对了，剧本给哪个？女2号，特务。我只给你30秒，你最好选择投降。好，这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女特务。宋婉欣的演技什么时候变这么好的？好了啊，各位准备下合同，我跟宋小姐下合同。副导，合同的事情先别谈。我刚刚好像听到你跟唐小姐在商量什么事儿，对吗？哎呀，没有，我们只是在聊剧本的问题。婉欣你就别操心了，我们签合同，对，签合同。导演，加大投资力度当然没问题，但这个组里不能有唐宁手下的艺人。哎呀，婉欣你最爱开玩笑了，你不也是我手底下的艺人吗？从今天开始，是。从今天开始，是。你一会儿过来，
和地宝打个照面，从此以后，我跟他的契约合同就由你来对定。好的，婉欣姐，马上来。导演，我就这一个要求，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愿意以个人名义给这个电影投资2000万。真是不好意思。那个唐大家，我们这个剧所有女性的角色确实已经定完了，实在是没有适合女性的角色。你怎么能出尔反尔？让其他剧组去看看吧啊！这个人可好杀人，被他盯了一眼，我差点连诱人尿裤子的事都招了。这臭小子，师傅什么时候看走眼？时过英年。宋婉欣，你竟然找一个实习生来当你的新晋人来羞辱我！处理不了毫无证据的谣言，解决不了职场上的性骚扰，经纪人不是拉皮条，你做不好，我自然可以找人来换。你的意思是你活不了怪我？你的意思是你活不了怪我？行了，宋婉欣，我倒要看看，要演技没演技，要资源没资源的18线胡咖，和一个刚出社会没有任何资源的新经纪人，我看你俩能翻出什么天来？这就不劳您费心了。以后我再听到你用我的名义给你手底下的艺人谋资源，就给我滚！婉欣姐，我把合同拿来。对了，这是我的律师名片，之后他会着手处理关于网络上的知识谣言，你配合他。好的好的。还会有2款关于富士旗下的广告产品会来一起拍，你按照标准报价就好。富士，好的好的。以后有关合同以及法律论的相关问题，你都可以先咨询陈律师。对了，东岛的新戏我已经试过了，明天他会送合同过来，记得先让陈律师看。好的好的。说，你今天对我的身体干什么了？说，你今天对我的身体干什么了？宋婉欣，你能不能给我添花一点时间？哎呀，今天我看到热搜了，我看到蓝海律师事务所向所有营销号都发律师函，而且所有营销号都在向我道歉。天哪，我没有想到我还有翻身的一天。毕竟我们还不知道什么程度换回来，我也是在替自己死出张牌。哦，对了，今天曾导的试戏怎么样？过了吗？过了很多天。真的啊！天哪！你知道吗？给曾导导的些每个女演员可都火了。天哪，我终于要出头了。 Graham， 你亲我了，放开。那个什么，这样吧，我跟你对对词儿吧。虽然你是学霸，但是毕竟你不是科班出身，那我们先熟悉一下也好。好啊，说顺便。姐姐，你干什么呀？我只是来看你的。哟，我要上台是想跟我同归于尽。姐姐，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你现在不也是为了组织拿枪对着我吗？姐姐，我们下辈子再做决定吧。看。哎呀，这场过了！哎呀，宋老师简直演出了我心目中天作的样子呀，太棒了！那个，今天就拍到这吧，来这吧。文心姐，你知道今晚要来的投资商是谁吗？是富士旗下的世荣娱乐，是吗？我什么时候让人来剧组？难道是？文心姐明明笑起来这么好看，怎么就不爱笑呢？婉欣来了，坐。这个人基本都到齐了啊。那我讲两句。这个傅少
作为市容娱乐的代表，今天啊亲自到场，诚意十足啊！这个谍影这部电影有了父上的加持，那想必会更上一层楼啊！那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举杯，咱们啊敬父上一杯啊！来来来。 怎么回事？这唐林不是说宋婉欣是副总？宋小姐，这么不给面子，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居然忘了让人处理夫差汉，我昨晚到底在干嘛？都怪宋婉欣。不少，你有所不知，这个不仅是我们剧组演员，他也是我们的投资者。他进组就投资了2000万。2000万很多吗？我投5000万，让他滚出剧组。我投5000万，让他滚出剧组。不少，这个宋小姐和我们剧组。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洗澡睡觉了。地百饭店1302房，你立马过来一趟。你还能拿出5000万？你是觉得我傅家拿不出这5000万？傅家当然可，但你是什么意思？据我所知，世荣娱乐已经把你解聘，所以这5000万哪来的呢？不是吧？世荣娱乐负责人换人了？ 不知道啊。那傅晨汉还打着世荣娱乐的名义来参加聚会，这也太不要脸了吧！那又怎样？我还是傅家的人，我拿出5000万轻而易举啊！真的，陈总，你们可要想好，为了他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得罪我傅师姐，这笔账你们可要算清楚。 傅家何时轮得到你做主了？傅家何时轮得到你做主了？傅晨汉，谁允许你用傅氏的名义？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是你堂弟，我也是傅家的人，我怎么就这样撞去？诸位，我打算给剧组投资1个亿，但有个前提。 傅晨汉不允许出现，做得到吗？哎，做得到，做得到。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管你们圈子里有什么潜规则，但宋婉欣是我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对心思明白吗？啊，明白，明白。哎，好，我回去就告诉爷爷，你找了个娱乐圈的人，我看你怎么说。傅晨汉。 你是自己走，是我叫你同情。各位，婉欣我就带走了，今晚我请客，大家慢慢聊。来，把心态点。他要是给爷爷说了这件事，你在担心什么？ 这不像电视剧里一样吗？你是豪门公子，我是灰姑娘。灰姑娘总是被男主家里各种人欺压，哦，还有恶毒女配也欺负女主。你说你爷会不会这样？给你1000万，离开我孙子。你说我到时候是收还是不收？阔姐，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还得我在你家楼下堵你？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恶毒女配来了。 他是谁？你，我们还要回家。傅叔叔，傅景言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什么？傅景言有女朋友了？傅姐，刚那是谁？我耳熟安排的相亲对象。什么？ 那我岂不是坏你的好事啊？宋婉欣，你是不是忘件事了？我们已经结婚了，是合情、合法、合理夫妻。我们不是假的吗？宋小姐，
不需要我来给你科普，假结婚是这样。你别乱来，我警告你，我喊人了。喂，宋婉星，疯了吧你？心跳那么快干嘛？明天跟我回老宅给奶奶过生日，爷爷想见你。啊？那我什么都还没准备呢，那万一？没事儿，有我在呢。早点休息，晚安。晚安。宋婉星，冷静，你们只是假结婚，等哪天换回来之后，傅景言就跟你没关系了，别被男色诱惑了。爷爷，您可为我做主啊！傅景言，你赶紧给我滚过来！傅景言，你赶紧给我滚过来！有什么事吗？你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要不是小雨做了告诉你，我都不知道你居然瞒着大家，跟我戏子搞在一起。二叔，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话能不能客气？客气？我说为什么你把陈汉赶出市容娱乐，合着就是想玩演员是吧？爸，我看傅景言就是没把咱傅家当一回事，我当初就说让他来管理傅氏集团，就是个错误。爷爷，我跟你说，这宋婉清她就是个爬床燕星。傅景言，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傅爷爷，景言哥哥可能是在国外待太久了，国内的事情他还不清楚，所以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女人给套路了。您别怪他。江心雨是吧？我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不喜欢你，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而且今天这是傅家的家业，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出现？今天这是傅家的家业，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出现？傅叔叔，你看他。小雨是我请来的，怎么就没有资格了？说起这件事儿，我就来气。爸，江家和我们傅家生意往来密切，这傅景言放着好好的小雨不要，却找一个门不当户对的戏子。照我说啊，就应该把傅景言给换了。这个傅氏集团负责人的位置就应该我爸来做。他一个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人，他懂什么集团的事儿啊？市容娱乐是我一手带大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上面。从他一回来，他就把我赶走了。之前我还在想为什么，这回知道了，全是因为宋婉清那个贱人。今天还把这个贱人带到了家宴里，真是不知廉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好好解释一下。说完了吧？那我就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宋婉清，你们口中的戏子，他不是别人，他是我父亲名正言顺的妻。我们结婚？我们结婚？你说什么？你和他结婚了？结婚可是人生大事，景言啊，你怎么一声不吭的就结婚了呢？这居然是真的！傅景言，你太放肆了！你身为傅家的长孙，婚姻大事，你什么说结就结了？二叔，我结婚了，你好像很不开心。这，你要结婚，一定得找一个像小雨一样的，
门当户对的大小姐，我们堂堂富家，没有人却有个戏子，什么爬床充满绯闻的艳星，你赶紧给我离了！简哥哥，我到底是哪里不好？你要和一个艳星结婚来拒绝我？姐，你看他给宋完星这个爬床艳星给找来，分明就是想来分我家财产，然后随便找了个人过来糊弄您的。混账东西！赶紧把婚给我离了！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景言啊，奶奶相信你，结婚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可不可以给奶奶说呀？奶奶，婉欣她不是什么爬床艳星，相反，正是因为她从不接受娱乐圈的潜规则，为人正直善良，所以才会得罪一些不该得罪的人。你也知道，这个圈子里面心思不正的人还有很多，其中最厉害的可能就是您的另外一个。傅姐，你胡说什么？别胡说，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这是我托人找的资料，你们看。孽畜，性质上日本压榨，傅家凭什么都教导你的？你别打了，这都是他骗人的，假的都是。大了爷，把这个傅家气死你！我是老了，但不是傻了。那都不是什么大事，你就别生气了。不是什么大事，非要违法乱纪才是大事。傅长坤，我告诉你，你连你的儿子都管理不好，你城北的这个项目就不要干了，回家给我好好管理儿子。义子，爸，回头我把陈汉关在家里，把祖训抄3遍遍，你就别生气了。城北的项目啊，已经快完工了，这可是咱们苏家花了很多资源的项目，万万不可收回啊！说起城北的项目，我这有个音频文件挺有意思的，二叔，你要不要听？城北的项目就拜托你了，江老板。到时候你只要从傅景言负责的城南项目里撤资，然后把钱注资到城北项目。到时候老爷子肯定会把集团负责人的位置交给我的，事成之后少不了你好处。傅景言，你！傅景言，你！爸，相信我，这不是真的。二叔，你怎么会这么愚蠢到会在盛天酒店谈这件事？这就是豪门生活吗？好刺激啊！一直是我在管理吗？城北的项目一直差200亿的缺口，我还一直好奇二叔你为什么不补上。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你是想把我的项目搞垮，好让你上位，是不是？傅景言，你血口喷人，我这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那录音你怎么解释？你胡说，谁知道录音是哪里弄来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还以为你是假的了。爸，你相信我，我怎么可能对自家人动手？闭嘴！爷爷，你让他说啊。二叔，你以为我为什么突然从国外来？你以为爷爷为什么要力排众议，让我当集团的副总？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好一个不对自家人动手，说的真好。闭嘴！今天是你奶奶的生日，从现在开始好好过生日，谁都不许说了。自从我爸妈车祸死后，您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国外，一个7岁大的孩子，会在异国他乡长大。逢年过节，你们在家里热热闹闹举行家宴，我呢？我一个人给自己过了20年的生日，你们有谁关心过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回来了，你为了弥补我，就把总裁的位置让给我，您觉得这就够了吗？20年前的那场车祸，您真的觉得我还小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哪怕现在二叔还要搞垮我的项目，您也打算就让它过去吗？就像我爸妈的死一样。够了，闭嘴！都给我闭嘴！够了！
闭嘴！都给我闭嘴！爸，爸，爷爷，是爷爷对不起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奶奶，今年生日我就不陪你们了，我们先走。景言，哥，不是说给奶奶过生日吗？她是谁啊？她是你嫂子，你就在这陪奶奶吧，反正她的生日每年有我没有我不都一样吗？什么？嫂子？这什么情况？你慢点，傅姐，你慢点，你走慢点啊！我的脚。哎，没事吧？没事，快坐下，我帮你看看。不用了，就是崴了一下啊！你别碰，我帮你揉揉，会好一点。傅景言，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跟我讲？没有。有。不关你的事儿。傅景言，你现在跟我是一体的，你确定不告诉我吗？好。20年前，我爸妈出了场意外。景言啊，你今天生日，你想要什么跟妈妈讲，妈妈一会儿给你去买。小月护航儿子！出事之后1天之内，我爷爷就找人把爸妈的尸体火化，没有尸检报告，没有证据，甚至连新闻都很快被压了下来。堂堂富家长子意外身亡，却一点消息都没有。所以你在家里是怀疑是你二叔干的？我18岁那年，我爷爷打算接我回国，我问他知道当年的真相吗？他却告诉我说，是因为我爸爸喝醉了酒开车。你觉得可笑吧？我爷爷竟然让我去怀疑一个父亲会在老婆孩子都在车上的情况下喝醉了酒开车。那难道是爷爷？那难道是爷爷？不可能，我爷爷那时候最疼爱我爸，要不是当年他的年纪还不算太大，集团董事长的位置早就让给他了。那肯定就是二叔干的了。没有证据，事故现场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也在1个月之后被送去了国外，除了一个照顾我生活的保姆，我再也没有见过傅家任何一个人。而我的亲妹妹傅嘉玲，那时候还不到1岁，连记忆都没有。就算我告诉她真相，比起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哥哥，我不相信他会毁了现在的傅家，去帮我寻找证据。但是我不甘心，我一定要替我爸妈讨回公道。傅景言，我一定会帮你查出真相的。好。喂，啊，是我。哦，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怎么了？是我妈那边催我缴费了。我陪你去。喂，傅总，河南项目的江总来公司找你，说很急，您看您方便现在过来吗？好，我知道了。你要回公司？应该是江家要动手啊？那怎么办啊？没事儿，你替我回去处理。你妈妈那边我帮你去。不行，万一我搞砸了，那你二叔岂不是得逞了？那我陪你。也不行，医生已经打电话找我了，不然就要赶我妈出院了。没事，你就替我去开会吧。放心，我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你难道不好奇我18岁那年为什么不回国，非要拖到今年才回吗？啊？副总，江总正在里面等着。这副总是怎么了？跟丢了魂儿似的。哎，江总，初次见面，久仰大名。副总您客气了，我才是主任。坐。副总年纪轻轻，手得了的，刚回国就把富士集团
打理的井井有条，佩服佩服。之前都是助理跟您交涉，我还不知道，原来副总长得如此帅气，一看就是做大事业的人呢。那可不嘛，这事业大的，我现在腿都还是软的。世界首富啊！我不是想着调查真相吗？傅家在国内也算全国前几的大家族，我总得给自己留点后手。结果一不小心就成了世界第一的鸡。晴，你过来。怎么了？福州的，腿软了。所以一会儿见到江家的人，不管对方说什么，想撤资就让他们撤，什么都不用说。天哪，我居然嫁给了世界首富！疯了，真的疯了，这个世界都疯了。清醒点。副总，您说，我们江家不像你们傅家资金那么雄厚，这不最近家里生意呢出现点问题，有点周转不过来，想在你这儿收回点资金，就6几亿，就200亿。哎呀，我也考虑，但是有点多。副总，您认真呐？副总，您认真呐？我像在开玩笑吗？副总，您可考虑清楚，这200亿一旦出手，这城南的项目可就停摆了。难不成你还留有什么后手？这不是江总应该考虑的问题。您就拿着钱好好救急，没有什么事就先走喽。副总真是非常的，难怪小女这么喜欢你。你还不知道，自从上次跟您相亲之后，就一直在念叨非你不可，都捂了着。副总，您看哪天方便来家里吃个饭？江心宇是来，他难道没告诉你我已经结婚了？什么？哦，你回去记得告诉他，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这真是我们医院缴费的地方。缴费。陈文丽在参加爱情评写、化疗、输液、住院及药物费，一共80万。怎么支付？没有明细账单，这80万是多久的住院费用？你们已经半个月没缴过费了，血液病、化疗费用高，80万不贵。我问你明细。你再等等吧。我问一下，那个妇钱都没交，还想浪费病床，赶紧滚！怎么了？哎呀，婉欣啊，没事，我们回家，我们不住院呢。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就是他女儿吧？没有钱看什么病啊？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婉欣啊，他们说我这个病只有80万，我知道你挣钱也不容易，我们回家。我不治了，你们账单有问题，缴费处已经在核实了，就算要我们出院，也不急于这一时吧。账单不对，账单有什么不对的？你们不交费就是不能继续住院，这是规定。半个月的住院费用80万，而且没有用药明细，你们的医院就这么开账单的？叫你们院长来，好大的口气！你以为院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是你，宋婉清。你不是傅太太吗？怎么连80万都拿不出来？80万住院费用是你搞的鬼？是我又怎么样？这家医院是我家开的，别说你拿不起80万，就算你能拿得起，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你滚。
又是，我们去趟转院场去。你给我站住！你又发什么疯？想要转院，先把你们欠的住院费交了，不然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我京市的医院都不敢收你。我只交该交的费用，给我正确的账单。这就是正确的账单，80万，给不起就别想走。给我拦住他们！宋婉星，看到了吗？在这里我说了算，你要是想走也行。现在就打电话说我离婚，说了我就放你走。如果我拒绝了，给我抓住他们！看来不给你点教训不行了。这是怎么了？宋婉欣，你还给我装！简言哥，简言哥，江心雨，你不要挑战我的极限。不是这样的，简言哥，你听我说，是宋婉欣不给他妈妈交医药费，所以我才让他们出院的。是这样吗？对呀，他妈欠了医院80万，我肯定不能让他们走啊！80万，以前都没有这么贵的，我才半个月没有来续费，你们是不是做假账了？宋婉欣，你别污蔑人！我污蔑你？好，那你拿出证据来，我妈到底用了你们什么替代的药物？这么贵，用80万！我看你们江家是不想在医疗行业待下去。简哥，你说什么？3分钟，让江家在医疗行业消失。我错了，简哥，求你不要动江家，我爸会打死我的。关我什么事？简哥，林特助叫你回去签文件啊。明明是喊你啊。辛苦了。这家医院是富士集团专门为员工开的医院，你妈妈在这里就放心住下来，你也放心去工作吧。再干下去，我感觉我都能当总裁了。辛苦了，宋总裁，有事情给我打电话。好吧，那我妈就托付给你了。唉，我要回去打工了。妈。你放心，我过几天再来看你。阿姨，您放心，我会替婉欣照顾好你的。季江回家了。二叔，他来干什么？当年封城殡仪馆的人呢，都没回了吗？封城殡仪馆。哎，去查监控，绝对不能让尸体泄露出去。好。让林特助派人去查京市第一医院主任刘能和傅传坤的联系。今晚我就要看到资料。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没什么，今晚回家再说。师傅，去凤城殡仪馆。怎么是他死的？部长，证明是傅经理的老婆。坏了！陈安，你马上到凤城殡仪馆去，赶快！谢光年，谢谢。你是为了20年前傅家夫妇遗体火化的事情来的吧？老人家，您知道这事儿？老人家，您知道这事儿？当年他们的尸体拿来的时候，由于车祸很严重，在家属的坚持下，当天就火化。遗体是不可能2次火化的，我记得很清楚。当年警察来问的时候，火化师给我说遗体已经火化了，其实是傅总来了过后，
遗体才进行火化的，所以我怀疑有人要第一时间火化尸体，是为了躲避尸检。在假火化和真火化之间这段时间，副董是进行了尸检的。所以我爷爷，副董一定是对尸体有所怀疑，所以才进行了尸检报告。现在有2个推论：一是车祸确实是意外，副董只是怀疑，但是尸检报告没有问题，所以就正常火化了。2是车祸是傅老大在行车过程当中就已经被人下药，所以昏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尸检报告就一定有药物成分，而这是关键证据，所以这也是副董之所以要欺骗警方说遗体已经火化的原因。对呀，要是第2个可能的话，当年那份尸检报告就是现在唯一能证明傅家夫妇死于谋杀的证据。小姑娘，我不知道你和傅家夫妇是什么关系，但是这20年来，你是唯一来询问这件事的人，所以我相信你。当年我背着副总复制了这份尸检报告，我现在交给你。你为什么要帮我？我不是帮你，我是帮他们。他们救了我的女儿，20年过去了，不知哪一天我也会下去。我怕这个东西被我带下去，对不起我那2个恩人。这么多年，有没有人找过你麻烦？说来也巧，那天啊，我是帮我一个得了急性阑尾炎的同事值班，更巧的是我们没有改那个值班报告，所以我躲过了这一劫。我那同事啊，死了，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现在都没找到人。这帮畜生！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到现在都没找到人。这帮畜生！喂，爸，我来晚了。宋婉晴已经带着东西走了。他拿了什么东西？我上哪知道你有什么把柄藏在他这里啊？你个废物！你不会上去打他吗？他现在下山了吗？我给你找个不要命的过去。爸，你要干什么？杀人犯法的，你不知道吗？他不死，死的就是你老子！喂，现在回来了吗？有紧急文件需要签字。在路上了，你把电子版文件发过来，我看过没问题，就签。好，发过去了，看一下。好。立刻联系最好的医生来通知找我来。好。先制住完心。脸要止住。不行，必须签。反正也得签。说，你今天对我的身体干什么了？天哪，这也是疼啊！
我们姓叶。我们姓叶。还好事发时人是在后座，安全措施做得也好，没伤到要害。先观察几天吧，等人醒了就没事了。副总，老司机查到了，是富士集团旗下的一个物流公司的司机。前段时间有个老司机生病辞职了，临时找了个新人前来顶替位置。他这次被查是因为酒驾，说是喝多了没看清楚路才肇事的，结果咬死是个意外。不可能，查他的驾驶记录了。查了，他昨天根本没有封成配送单，说是公车私用，是因为想出去散散心。我怀疑他在撒谎，于是找人查了他的背景和最近的账户往来，发现他有赌博前科，曾欠下过高额赌债。赌场的人放话说，如果这个月不还钱，就剁他一条腿。但是昨天下午，他突然还清了这个赌债。据赌场的人说，他昨晚还豪赌了一场，输了70多万，但是他丝毫不在意，就好像不差这70-80万一样。我找人查了他的账户，说是有个国外的账户，昨晚给他发了500万。给他汇款的账户查到了？还没有。上个月辞职的那个老司机，查一查。我马上去。小付，我买了早餐，你吃点早餐，休息一会儿吧。谢谢。啊，我还不饿，叔叔。你都好2天了，熬到现在，怕你身体受不了。没事，叔叔，我还不累。我们昨晚都说好的，我早上来替你。婉清醒来，看到这模样，他会担心的。哥哥，你长胡子了。轩轩乖。好吧，叔叔，那我等医生过来给他检查完身体，我再走吧。是。爸爸。医生，没事啊。这个病人呢，各项指标啊都很正常，估计2-3天啊就可以醒过来。你也可以不用24小时寸步不离的陪着，可以适当的回来休息啊。好，客气。医生都说了，快回去休息吧。那好吧，叔叔，我先走了。文心要是醒来，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啊，辛苦了。我先走了，叔叔，走了，轩轩。副总，之前您让查的事情有眉目了。那个给司机汇款的国外账户，户主是个外国人，他的妻子曾在国内给傅少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这个人他还有我。我已经将他们联系的聊天内容发到您邮箱了，副总，怎么处理？立刻来医院见我。是。哥，你回来了。大哥脸可真大呀，全家都在等你。宋婉欣在丰城回京市的路上出了车祸，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解释。傅景言，你干什么？给我干什么？这不是我做的。你借用二叔的名义，将子公司2%的股份转给你以前的秘书陈婉仪，这也是假的。不可能！你怎么能查到这些？拿着几张随便打印的文件就敢说我们作案？傅景言，你觉得你很能耐吗？二叔，我还没有说陈婉仪是谁，你怎么就不打自招，承认你们联合作案了？你放屁！你就想套我的话，一回来就质问陈汉、宋婉欣出车祸的事，不就是想怀疑他吗？是怀疑，还是事实？自己心里知道。你们利用陈婉仪，你们借她丈夫的傻，收买部门司机，杀宋婉欣灭口。二叔，
在惧怕什么？是不是因为宋婉欣已经查到了你当年谋害我爸妈的真相？哥，你说什么？爸妈竟然这样说害死的吗？哥，你说什么？爸妈竟然是二叔害死的吗？这个你就要问二叔了。二叔，你说呢？你血口喷人！你说我害死大哥大嫂，你有证据吗？够了！要是每次回来都这么吵一次，以后就都别回来了。你在害怕什么？就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失去了一个儿子，就不愿意再失去第二个儿子。放肆！爹，所有人都说您偏心我爸，连您自己也这么觉得。可您现在连这个真相，一个公道都不愿意给他，这就是所谓的偏心吗？您觉得把公司交给我，就是对我父亲的补偿，就是对我和嘉玲的补偿？我真的很好奇，别人你有没有梦见过我爸妈？你在胡言乱语些什么？你闭嘴！我的父母还没而死，凶手至今逍遥，我怎么能不？爷爷，您心里若还有一丝对我父亲的愧疚，就拿出你手里仅有的证据，那一份可以证明我父亲吸入大量乙醚的尸检报告。拿不拿出，你自己考虑。就算我没有证据，我也会对凶手绳之以法。还是给你负责。可以让警察进来。我们是京都市第一公安，怀疑你在20年前涉及一起故意杀人案，我们走一趟吧。我没有杀人，不是我杀的，不是我。爸！爷爷，我爸！爷爷，你想办法救救爸爸！志言，真的至于你二叔一死地吗？傅成汉，我给你订了今晚飞国外的机票，别让我再看见你。子言，怎么？是不是跟爷爷吵架了？老头子是不是为难你了？没有奶奶，我公司有点事。那你去吧，要注意身体，记得按时吃饭。那张老头他也没什么坏心，他只想咱们这个家好好的，你就别跟他置气了啊。知道了。爷爷，哎呀，老头子，爷爷怎么了？你别吓我，爷爷！爷爷，快叫医生！快叫医生！爷爷！副总，刚才医院打电话过来说宋小姐醒了。去。谢谢阿成哥。跟我客气什么？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可以随时跟我打电话嘛。我知道了。哎，傅简来了。哎，你快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陆晨，是我从小就认识的邻居家的哥哥。要不是这次受伤，我都不知道他调到青城这边了。这位是傅景言，他是富士集团的大总裁，还是超级大老板，是我。对啊，傅景言是我什么人啊？现在这么近都没换回来了，那不就是说当初的协议要结束了？哎呀，怎么样？头还疼吗？哎呦，我的小祖宗，你可千万别乱晃了，脑震荡我是需要休息的。没事儿，没关系的，我睡一会儿就好了。没事儿，没关系的，我睡一会儿就好了。那你们聊，我先去忙了。嗯，好，谢谢阿成哥。放心，回头给我打电话。我真的没事儿，你不用担心啊。哎，对了，傅景言，你说我们这次是怎么换回来的？
明明出事的时候我在京市，你在丰城，我们明明相隔几十里的距离，这么远，难道受到意外撞击吗？你先好好休息，不要想这些了。怎么就有的没的了？难道你就不怕我们还会换回来？只要是你，我就不怕。什么？只要是和你会换，我就不怕。你别冲我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犯规知不知道？啊，我头好痛。我去帮你叫医生。不用不用，我睡一会儿就好了。好吧，那你在这休息，我陪着你。傅景言，你说我们现在换回来了，那我们的结婚协议是不是就结束了？傅景言，你说我们现在换回来了，那我们的结婚协议是不是就结束了？才刚换回来就提离婚，有这么早的事？没关系，这样也好。确实我们应该离得远点，省得以后还会出现什么意外。我还有事，你先休息。刚换回来就对我这么冷漠，果然是渣。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医生不是说了，我请了就可以出院了吗？你买这么多岂不是浪费？这是陆医生交代要买的，出院了也要随时注意身体状况。哦，对了，婉欣姐，我刚刚在楼下呢碰到曾导，他让我问问你，上周跟你说的出眼苍血一节，你考虑怎么样了？啊，我出眼苍血？是啊，之前韩月不是犯事被抓了吗？现在呢，临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演员，所以曾导的意思就是让你一人分饰两角，我觉得挺好的。对，是挺好的，一个人演2个角色，那岂不就是能拿2份钱？应该是的。傅景言那渣男，出院都不陪我，看来我首富太太的位置要退下来了，以后只能靠自己了。苍雪，姐姐来陪你了。宋老师，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影啊，顺利的杀进来。副总，宋小姐今晚电影杀青店，你要去吗？没空。宋婉欣，真的是你啊！你是？季明兄，5年前我们在周老师家练琴，见过几面的。那我可能和你不太熟，就不打扰你了。小师妹几年不见，不仅更漂亮了，还更……小师妹几年不见，不仅更漂亮了，还更拒人千里之外了。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有意思。季总，该走了。去查一查宋婉欣，今晚我要她的资料。是。季总，现在滚出我的房间，轻一点关门，知道吗？
真乖。傅谨言的老婆，哈哈哈哈！我可太喜欢了。飘飘，都是大制作，你看看你喜欢哪个？我都看过了的，都很不错。怎么突然这么多剧本找我？因为你之前拍《谍影》的路透上热搜了，这些个经纪公司啊，肯定觉得你是个潜力股，想押宝你呢。这些剧的投资方都是什么？你等等，我问一下，是纪氏集团吗？喂，你好。小师妹，下午好。你好，有事吗？后天有同学会，我替同学们来邀请你参加。小师妹可千万要赏脸啊！怎么突然要办同学会？我后天还不一定有时间呢。没事的，婉欣姐，你要想去的话，我帮你把时间空出来。小师妹怎么说？我考虑一下吧。小师妹不会成了大明星就不乐意跟师兄妹们来往了吧？我会去的。小师妹不会成了大明星就不乐意跟师兄妹们来往了吧？我会去的。怎么了？你可害死了，把这些都推了。啊？都推了？对，以后有资源找过来，先查清楚背后的投资方是谁，凡是和纪氏集团有关的，一概拒绝。我知道了，婉欣姐，你别担心，我再去挑挑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你先回去休息吧，等我好消息。副总，这是市容娱乐目前所有的商务合作计划，要给宋小姐送过去吗？放着。今天大家久别重逢，来，我敬大家一杯。今天季师兄请客，大家使劲吃，使劲喝，喝多了不用怕，楼上有房间。来，好，谢谢师兄，干杯！来吃菜。季师兄对小师妹这么贴心，怎么不见也给我夹个菜呀？你要是坐我旁边，我也给你夹菜。掺和什么呀？当初咱们在学校的时候，谁不知道季师兄和小师妹才是一对郎才女貌的佳人啊？师兄也太深情了，这么多年还对师妹这么好。行了，你们呀，把小师妹整害羞了。当年咱们不知道季师兄就是季氏集团的继承人，小师妹一定也不知道吧？我跟季总确实不太熟，我跟他其实……师妹，之前推给你那个几个剧本，还有合适的吗？谢谢季总的好意，但那些剧本可能不太适合我。没关系，小师妹不喜欢咱就不接，回头我再给你推几个情况。我的事就不劳烦季总了。小师妹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是我哪做的不好？师妹啊，你听师姐一句劝，这小情侣吵架啊，正在气头上，千万不要。要我说呀，你们这些女人就是太麻烦，一点破事儿就摆脸色让人看。大家都是成年人，哪像学生时代那么闲，成天围着你转。是啊，师妹，师兄对你这么好，有什么事都想着你。你要是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出来，我们也可以给点意见。搞什么？季明修竟然跟别人说和我在一起了。我确实跟季总不太熟，我对季总也没有兴趣，麻烦季总以后离我远一点。师妹，上次杀经验的事是我不对，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不那么高调。来，
砸钱砸资源，豢养金丝雀，剧本都写好了。不喜欢钱吗？那我给你资源怎么样？你想要的角色，我都可以帮你抢。剧组乐意施压人，可不要借我的名头。我的事情跟你无关，你要是插手，不过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之心，来彰显自己的目中无人罢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祝各位玩得愉快。哎，小师妹，你好幸运，我看你筷子都没动，这挺好。我不想吃，还能逼我不成？饭可以不吃，师妹既然来了，喝杯酒意思意思。喝了这杯，就算师妹来了，以后大家还是。小师妹这是当上了大明星，连杯酒都不愿意和我们喝。现在我可以走了吧？那杯酒果然有问题。那杯酒果然有问题。喂，我喝多了，麻烦你来地百饭店接我一下。小师妹酒量这么差，才一杯就醉了。我送师妹回去吧。放开我！没事儿，走。立刻帮我定位宋婉欣的手机。副总，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听不懂立刻是什么意思吗？是。傅谨言，你就好好看着我是怎么玩你的女人的。送医院。来的还挺快。别那么严肃嘛，老同学。来来来，咱俩聊会儿天。我听说纪氏地产最近因为工厂排水处理不当，造成当地大面积环境污染，引起政府高度重视。怎么，你不去处理正事儿，还有心情跟我在这聊天？季董如果知道了，不知道该怎么看待你这位继承人。看来你很关心我呀，不然怎么会连我家这点破事儿都能分副总关心呢？没办法，都上社会新闻了，被政府列举为头号反面教材严打，不想处理都不行。哎呀，说了这么久，你竟然还没有盘问我关于宋婉清的事儿？那看来这个女人对你来说也不算重要。你竟然还没有盘问我关于宋婉清的事儿？那看来这个女人对你来说也不算重要啊。你最近刚刚接手你母亲娘家田氏的集团股份吧？田家可是当年金氏电子行业的龙头，现在却守着这1亩3分地，等待季家的救济。等纪氏地产和富氏集团联合搭建的科技电子广场落成后，想通过你搭建起的桥梁，拿下上场1层最好的商铺。我警告你，你要是再敢动宋婉欣一个头发，信不信？我让田家这辈子别想进驻电子广场。你以为田家对我很重要吗？有没有搞错？我季家家大业大，就算我经历说一辈子什么也不干，季家的钱也够我用一辈子了。你要想要的话，送给你。既然如此，那季总自求多福。婉清，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地方？阿成哥，是你救了我。阿成哥，是你救了我。不是我。喂，我喝多了，麻烦你来地百饭店接我一下。那是挺巧的。来，你先起来。陆医生向来都是这样看我病人的。副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什么意思？傅杰，你怎么来了？怎么？他能来，我就不行。别人阿成哥本来就在这个医院，别人来很正常。倒是你，堂堂一个大总裁，倒不是闲得没事干。阿成哥，叫的倒是亲热。你们很熟吗？我们从小就认识啊。副总你好，上一次我们在丰城的医院见过，大家都是王兴的朋友，对我就不用这么大的敌意吧。感谢陆医生一直以来照顾我的太太。你说婉清是你太太？你说婉清是你太太？傅杰，你说什么呢？不是说好我们结婚的事情是要保密的吗？而且我不是马上就要离。宋婉清，请你注意你现在的身份，当着你丈夫的面就跟别的男人这么亲密，你觉得合适吗？我还不能跟别的男人说一句话吗？傅景言，你今天真的很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宋婉清，你怎么不反思一下你自己？杀青宴就在酒店走廊，跟别的男人这么亲热，还跑去参加季明修的聚会。你知道那季明修是什么人吗？他什么人我不知道，那你呢？从我昏迷到现在2个月不闻不问，还有我被下药的时候，你人在哪儿？你不就是想着这快结婚结束了，孙子就可以当你的夫家大少了吗？好，我满足，我们明天就离婚。现在，你给我滚！婉清，其实你不用因为我跟副总闹成这样。阿成哥，真的不好意思，我替傅景言向你道歉。没事，副总也没说什么。宋小姐终于醒了，这都是副总让我给你带过来的。你不知道，副总昨天知道你受伤后可担心了，连夜从江城赶往京师去找你，还当场把那个对你意图不轨的季明修给痛扁了一顿。你是说，昨晚是傅景言救了我？你是说，昨晚是傅景言救了我？对呀，宋小姐不知道吗？哎，副总说他到了，咦，他人呢？宋小姐，擦亮双眼，那个季明修不是什么好的人。宋小姐，宋小姐。走了，这种宝宝有个礼物。行了，赶紧去洗澡，明天我替你去洗洗。不行，你必须签。我明天就离婚。现在，你给我滚！傅景言，我怎么能……婉清，你怎么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看你的报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我等会儿就可以帮你办出院手续。那就辛苦林特助帮我办下出院手续吧。我这会回来，宋小姐。婉清，你等会儿去哪？我送你吧。啊，不用。阿成哥，我跟你解释一下我跟傅景言的事儿。我知道你们结婚了，但是婉清，如果你不开心的话，我支持你做任何决定。如果你能接受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我不会跟傅景言离婚的。如果你能接受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的。我不会跟傅景言离婚的。对不起，婉清，我本来不想让你感到困扰。阿成哥，我希望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我也希望你可以真的幸福。我明白了。阿成哥，永远是我的好朋友，也永远是我的阿成哥哥。我希望你可以有一天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而我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
祝贺你。师傅，师傅停车！师傅，停车！照片呢？快给我！别急嘛，妹妹，来，先陪哥哥喝一杯。我没工夫陪你喝酒。照片呢？你说我嫂子出轨的照片呢？喝一杯，嫂子听话。你们傅家人都这样，傅景言是，你也是，一个一个都不是好人。想干嘛？我不想干嘛呀，倒不如问问你哥他干了什么？为什么连夜截断田氏工厂供应链，还让我纪氏地产上法制新闻，被列入黑名单？你放屁！我哥才不会随便以势欺人呢！不可能，这一定不是我哥哥做的，一定是你们做了什么惹怒了。如果你们纪氏集团真的手脚干净、问心无愧，这种新闻又怎么会被随意捏造？这都是因为你活该！妹妹，说话太难听，要付出代价的。你疯子！之前纪氏工厂爆出的排水不当的丑闻，都已经被我压下去了。可为什么纪氏地产这一个月以来的项目还是接连流标？妹妹，你说这是谁干的？反正不是我哥哥。你们都说我是伪君子，那你以为傅景言是什么好人吗？当年我们一起在国外留学，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班，他就是我怎样？每次那些老外提起工商管理系的华人，首先想到的，凭什么？如果不是傅景言，我就是第一。我发誓不会拿我和傅家的继承人比。我妈绝对不会因为我不争气，就把我婚罚了。都是他害的，都是因为他。得不到傅景言的女人，找他的妹妹不错。不要！不要！这下好玩了。小心点，你没事吧？脚啊！好，怎么不跑了？没事，我在。没事，很快就会有事儿的。季明修，你想干什么？冲我来！哦，那我就跟你玩个游戏，与两个人杀一个，放你，怎么样？季明修，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呀，我只是想让傅景言也尝尝失去最爱的人的滋味。一个是他老婆，一个是他妹妹。我好好奇，
会选谁活下去？小师妹，你觉得他会选你还是妹妹呢？他会选择梦死。哎呀，别那么说嘛，好歹我和傅景言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侣，我比你了解他，说不定。嘿，你这个变态！我哥哥跟你才不熟呢。别动，再动，不小心就划破你脖子了。小师妹啊，你是真漂亮，难怪傅景言会这么喜欢你。为了你，把我季家害惨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想起来了，那天你已经失去意识了，你都不知道。傅景言救你那天，威胁我说，要是我敢再动你一根头发，他就让我季家完蛋。好可怕的！傅景言，原来你……对了，我想起来一个更好玩的。你说，要是把你漂亮的脸蛋给画出来，他还会喜欢你吗？季明修，你敢？有什么不敢的？住手！傅景言，傅景言，季明修，好大的胆子！傅景言，你来的正好，我们俩玩游戏呢。我问他，如果我把他的脸给毁了，你还会不会喜欢他？你敢？看我敢不敢！等等，季明修，你不就是想对付我吗？帮我接房子，靠我。哥，不行，傅杰，他是个疯子，他真的会杀了你的。别废话，完了！报警！季明修，你别冲动。好感人啊！那我也不能不配合是吧？季明修，你看到了吗？来，你们先放了，去吧。可惜，我来。傅景言呀，傅景言，你也有金钱。季明修，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我可以放你走，不然你考虑清楚。我还不了解你吗？当你对季家动手的时候，就没打算放我，又何必再假惺惺的装好人呢？季明修，你该庆幸我的心没有真正的受到伤害。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收手吗？这么好的机会，我又怎么能放过呢？我要你死！我要你死！我心。嫂子，你醒了。嘉玲，你没事吧？这里是……我们现在在医院，已经安全没事了。哦，对了，你哥呢？他怎么样？我哥没事儿，你放心。对不起，嫂子，要不是因为我太蠢，上了那个季明修的当，也不会害得你一起被绑架。没事儿。你也是为了你哥好。哦，对了，季明修呢？你哥把他怎么样了？已经送警察局了，而且还让人在牢里好好关照他。真是恶人有恶报，他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不然他还会祸害别人的。还好嫂子你没事儿，要不然我估计哥哥都要灭了季家了。嫂子，我真的好羡慕你啊，哥哥对你好好。偷偷告诉你个事，我哥可是在这儿守了你一夜哦。
那我先走啦，哥哥嫂嫂，你们慢慢聊。谢谢你来救我，谢谢你来救我。要不要我叫医生再帮你检查一下？不用，我没事了。你还在生我的气吗？哎呀，是我错了嘛，我不该惹你生气，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跟你发脾气。但是我跟陆晨真的没有什么，你就原谅我好不好？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嘛。也就只有你这么对我。谁叫我是你老婆呢？不离婚了？不离了。虽然我们结婚是个意外，但是我真的喜欢上你了。傅简，你喜欢我吗？那么直接？那当然啊，找老公当然要直接一点。你快说，你喜不喜欢我？我想想。不许想，你快说，你喜不喜欢我？真凶。喜欢你。真乖，亲一个。打扰了，你们继续。奶奶。奶奶。奶奶。婉欣啊，你没事吧？没事就好。我听说你昨天为了救景言，被那帮坏人捅了一刀。哎呦，当时啊，真是吓死我这把老骨头了。奶奶，我没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往后啊，你出去就多带几个保镖，不要出现昨天那种情况。谢谢奶奶。哎呦，谢什么呀？咱们是一家人。好了，奶奶我呢，还得回去给你爷爷报备。这死老头子自己担心这孙儿媳妇，他还不好意思过来。哎呀，真是别扭死了。我就先走了啊。奶奶慢走。哎，你好好休息啊。我走了。奶奶，我送你。哎。耶！首富夫人体验卡续费了。好了吗？好啦，我可以回家了。阿健，你想不想？不行不行，那补办婚礼不就公开了吗？我现在事业刚有点起色，我不能被他困住了手脚。你还挺难好的。那当然了，等我拿奖拿个大满贯，当了以后再公开吧。哦对了，给你说个好消息，刚刚我接到经纪人的电话，他说有个红毯活动邀请我，我还没有走过红毯呢。看来我真的要红了，我要成为大明星了。是吗？那太好了。需不需要我帮你准备礼服？造型团队找好了。不用，初一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品牌方也很不错。你会不开心吗？不会。你们看吗？有没有人啊？根本没有人，我们被耍。婉欣姐，怎么办啊？现在已经2点了，红毯6点钟开始，有人来不及了，都怪我，怎么办啊？都怪我。喂，怎么样？还顺利吗？礼服好不好看？出了点意外。没见到礼服吗？不用担心，我自己会处理好的。你先安心出差吧。林特助，机票改到晚上，
副总，今晚已经没有飞江城的航班了，如果这样不过去，可能是。婉欣姐，要不我去联系公司，让公司出面去接。来不及了。那可怎么办啊？这可是你人生第一次走红毯，都怪我搞砸了。景言，你不是出差去了吗？怎么回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Amanda，她可是以前专门为欧洲皇室设计衣服的，给她2个小时，一定可以为你量身打造一套私人公主。夫人很高兴为您服务。副总，今天谢谢你，您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没事儿，这个圈子里面踩低捧高的人很多，经纪人和艺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互相成长。等到哪一天你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这些事情自然就会消失。我知道，我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今天这个事，你打算怎么处理？就算他们闭门不见，我也有之前跟他们谈合作的聊天记录，我一定要找他们讨个说法。将聊天记录公布于众，他们可以否定这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工作室关门，也是因为今天正好是休息日。你相信你的艺人合同吗？我当然相信了，婉欣姐肯定会大红大紫的。那就等到那一天，让对方求着你们穿他们的衣服。不过，最终指使品牌方做这件事的人，你得找出来。我知道，我会的。副总，谢谢您今天的指导。我知道您做这些都是为了婉欣姐，我一定会为你们做好公关，不会再让你和婉欣姐受到外界的任何影响。很漂亮。 Mr. Fu, I swear this dress was made especially for her. That Changshan was good for you. 谢谢你啊，你今天帮我干活。我也要感谢你，我的真因为漂亮温和。我发现你和以前不一样，所以你错改变了吗？婉欣姐，你和副总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他结婚了吗？有未婚妻吗？你们会谈恋爱吗？你都要如实告诉我，我才有提前做公关了。那好，那我告诉你实话，你别被吓到了。等等，我先坐在心理座上。这几年不是单身，离婚。婉欣姐，咱们可不能知三当三啊！破坏人家家庭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行为，咱们会被网友喷死的。我们结婚了，父亲的太太是我。什么？什么？你是傅太太？虽然我们一开始结婚是个意外，但是处着处着呢，感觉他还挺好的。是个好老公。所以这就是霸道总裁先婚后爱的戏码？可以这么说吧。婉欣姐，你早告诉我你老公是副总啊！你有这么大的靠山，我就不用跑到外面去给你接资源了。以防万一嘛。但是啊，你还是要提前做好公关。怕什么？咱有姐夫在。宋婉欣，皮肤不错嘛，什么牌子的呀？关你的事。这人还没红呢，就拽起来了，还真是惹不起呢。你说谁呢？谁？我说谁了？有些人红不起来是有原因的，当面一套，背地里一套。唐宁，你带这么蠢的艺人，你给哪位？你说谁呢？谁一说谁啊？
还是我不红，你又能红到哪里去？就你这一身见都没见过的 low 牌。你说谁穿是 low 牌？婉欣姐这身可是……不用管他，我们管好我们自己的就行。万一被狗仔看到，全方位美貌攻击，宋婉欣今晚真的是杀疯了。这条裙子好美好美，有姐妹知道这是哪个品牌的吗？第一次见，没上过秀场，不会是某个杂牌子吧？宋婉欣，我看你还威风，就等着被发通稿炒版。天哪！宋婉欣这穿的不是欧洲皇室御用的森高定品牌奥斯卡吗？你说宋婉欣身上的礼服是高定礼服奥斯卡？是啊，你们认不出来吗？不过这也不怪你们，毕竟这个一直都是贵族私人定制品牌，你们认不出来也很正常。下一位知名演员陈云。婉欣姐，你看陈云那狼狈的样子，这次啊也算是给他一个教训，省得他以后老是针对我。要我说，婉欣姐，你还是太温柔了。要我的话，恨不得回头再给他踩上2脚。那么多摄像机呢？也对，不说他了。对了，婉欣姐，过2天咱们的新电影《谍影》就要上映了。哦，对，它要上映了，我们一起去看吧。好啊。宋婉欣，副总，您在忙？有事就说。这是江丽小姐送来的，说是请富士员工看泰达新上映的电影《谍影》，您看。婉欣的电影今天上映。是的，副总，您看这些电影票要发下去吗？发了。好，一个人发2张，不够再跟我说。好。哦，对了，通知全体员工今天提前1小时放假，让他们带着家人一起去看。好的，副总。耶！提前下班，太太，你是我永远的神。真的，第一天上映票房就破2个亿。这都要感谢宋老师临时救场啊！要不是你同意出演苍雪，一人分饰2角，这电影啊也不会呈现出这么好的效果呀。没有，那都是曾导调教的好。宋老师谦虚了，您啊是个非常优秀的演员，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和宋老师继续合作。好啊，那就等曾导的下一部新戏啦。哎，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今晚一起去看电影吗？去看我演的千竹，你演的苍雪。哎，对哦，这个电影是我们2个人一起演的。嫂子，你们看今天的热搜了吗？嫂子，你们看今天的热搜了吗？什么热搜？哎，刚才我给我打电话，他说谍影已经破2个亿了，上热搜了吗？哎呀，不是那个新晋女主宋婉欣艳照。怎么又有这样的事情？别怕，我来联系陈律师。对，嫂子咱不怕，只要我没做过，一定让那些造谣的人受到惩罚。 1个小时，我要网上关于宋婉欣的黑料。我怎么来了？你捅出这么大的篓子，全公司剩下为你的事跑断了腿。你倒好，早在家里睡大觉。就是宋婉欣那个验证绯闻嘛，早就传得到处都是。不过就是手滑了一下，点赞了一下造谣他的营销号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能拿我怎么样？我不说了，你自己看。这是怎么回事？早就定下来了吗？
签了合同都能毁约，更何况只是口头定下来。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碰瓷宋婉欣。到底跟他有什么仇？他甚至都算不上你的对家，就因为你那点见不得光的嫉妒心，害得整个团队的努力都打水漂了。半个小时之前，我陆续收到信息，你几乎所有的代言，资方都表示明确不会再续约了。之前接下的几个综艺和电影，对方之前都只是在摇摆，现在都明确回绝。他们怎么能这样？不过就是网上骂的声音大了一点，我又没干什么违法乱纪、杀人放火的事情，他们凭什么换人？你以为只是因为网上的舆论，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姐，你救救我！我是你好不容易花心思挖过来的呀，你一定不愿意看我就这么毁了呀，对不对？你救救我！你冷静一点，我知道宋婉欣背后是傅景言，如果能说动对方高抬贵手，事情还有转机。但是你必须跟我亲自登门道歉，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我也没必要再为你做这些了。好，我去道歉。副总，陈云和他的经纪人在楼下说是想当面向你道歉。陈云，就是前2天点赞太太的造谣绯闻，让他上热搜的那位演员。小史，别再让我听这个名字。不好意思，2位，副总今天已经有别的安排了，没有时间见你们了。副总，那什么时候有时间呢？我们随时都可以过来的。不好意思啊，我知道副总都忙，你看这样吧，能不能帮我们预约一下？我们看看副总什么时候方便。这实话告诉你们吧，副总表示只要是你们2位来都不见。姐，我求你救救我！我可以去找宋婉欣，我可以跪着跟她道歉的。姐，我求你就救救我这一次吧。算了吧，你听我的，这段时间你先休息一下，等对方消气了，我们再想办法。不，我不要！我的事业才刚刚起步，绝不能就这么毁了呀！宋婉欣想封杀我，宋婉欣想封杀我，我绝对不能让她如愿，死是死，也要拉她一起下地狱。下次你让我不好，就我今天是被封杀这么简单。你不替你自己想想，你替你自己想想。今天回来的有点晚哦，要提醒你。老婆，给你看个东西。这是什么？你要邀请我进复试？不是你说的吗？要当影后才考虑公开的事情。老婆，我想尽快要一个名分。那我考虑考虑吧。你还考虑？给妹！现在宋婉欣老师是我们公司唯一一位走高端路线的女艺人，不把她捧上影后，我们公司绝不欠别人。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李总。大家还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最近听说外面关于我们这个手下有的传言呢，都说有富士高层里有颗大金主，到底是谁呀？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是你吗？不是我，我都结婚了。是你？开什么玩笑？我都快60了，这不是笑话吗？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回应一下。副总，如果回应的话，会让话题更加发酵。群众对这花边新闻一向最感兴趣了。我建议还是让设计师。
宋婉清是我太太。副总，您好歹收一收嘴角啊！您现在这副笑得不值钱的样子，也很影响我们傅氏的形象啊！果然怎么说来着？英雄难过美人关呢。看来我们副总是坠入爱河喽。嫂子，你看我哥发微博官宣了吗？你俩是不是约好的？不是，是你哥让我答应的。你还考虑？上次就答应我了。那好吧，我同意公开了。我这张嘴，我就不该问，我应该在车底。姐姐，你怎么这么开心？可以奖励轩轩吃冰激凌吗？好啊，走，去。老婆，迟来的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嫁给我好吗？好。 In my heart, 이 맘속에 이게 사랑인 거라면 난 두렵지 않아. In my heart, 언제나 哥哥姐姐亲亲，轩轩不看，轩轩乖，叫姐夫。不叫。 2盒冰淇淋。姐夫。